当特朗普的手按在圣经上宣誓时，道琼指数正在暴跌。这不是电影特效，而是全球贸易体系正在上下震动的心电图。过去几十天里，我们经历了墨西哥湾的货轮正在排起钢铁长龙，德国汽车工人正在拿起扳手砸向中国制造的电池组，新加坡期货交易市场的黄金报价瓶因为数字跳动太快而差点烧毁芯片，硅谷的马龙正在举起还我 H1B 的标语。当特朗普把全球关税文件放在那本烫金的圣经盘签署时，亚洲代工厂的订单正在以每秒几十单的速度消失，而这仅仅只是开始。北约正在解体，欧盟军队组建的文件墨迹未干，比特币价值突破历史峰值，美元霸权摇摇欲坠。巴拿马运河上，美国和中国正在隔空对峙，世界正在被拖入一个没有规则的时代里。但我们今天不聊地缘政治，不聊经济数据，让我们来解剖这场灾难的神经中枢，那个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自称唯一救世主的大脑。现在请你暂时忘掉那个熟悉的进化狂人的模样，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个在自我神话中越陷越深的70岁老人，一个以整个星球作为舞台的心理剧主演，以及或许一个地缘政治的定时炸弹正在倒计时。要理解特朗普决策的黑洞，我们必须先破解他的人格核心密码。临床学家称之为自恋型救世主综合症。当特朗普在他父亲的葬礼上说，父亲最大的遗产是养育了我，他似乎正在重复现实的法则，所有的事件必须服务于他的英雄叙事。2025年3月的关税法案就是典型的案例。这份引发全球经济海啸的文件被刻意摆放在圣经盘签署，并配文上帝赋予的权利。他将贸易保护主义升格为神圣使命。更危险的是他叙事的吞噬性。当北约秘书长质疑军费威胁时，特朗普的回应是他们嫉妒我的领导力。任何的反对声都会转化成主脑主角的剧情燃料。这种心理机制解释了两个矛盾：为什么他坚持宣称 GDP 历史最高，以及在乌克兰危机中，他为什么首先考虑的是家族矿产交易。在救世主的剧本里，数据道德必须服从主角光环。哈佛医学院2019的研究显示，此类人格的决策风险指数是普通人的3.7倍，因为他们把国家的危机看作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舞台。现在，请你思考，当一个人坚信自己是世界的主角，而你我只是 NPC， 人类的未来会被带向何方？自恋型救世主赋予特朗普改写世界的野心，但真正让他登上权力巅峰的是两套工具：表演型人格和机会主义使用者人格。先看看表演型人格吧。他在2024年遇袭时，他模仿自由引导人民的举拳摆拍，将暴力事件转化成英雄符号。该推文破绽破亿，刷新了政治类内容的记录。如今他还把这个照片搬进了白宫。这种表演遵循了固定的公式：制造冲突、戏剧化应对、收割注意力。例如几天前对中国的关税政策多次的反转，本质上是通过政策过山车来维持公众的肾上腺素。但单靠表演不能解释他的政治韧性，这需要引入第二个工具：机会主义使用者人格。1991年，大西洋城赌场破产时，他把4亿美元的债务包装成战略性撤退，而这种扭曲能力在政坛上获得升级。他用北约军费威胁换取加拿大移民的让步，他把国际的盟友变成了商业谈判对象。更典型的案例是乌克兰危机。当全球正在聚焦战场上的伤亡数字时，特朗普家族企业正在通过里安公司来获取矿产的开采权。对他而言，战争不是悲剧，而是恐惧下的商机。剑桥大学行为实验室发现，此类人格的组合在选民中的信任转化率比传统政客高出41%，因为他们同时提供情感刺激表演和利益幻觉。现在似乎值得深思，当国家机器被拆解成个人真人秀现场，民主制度还剩下多少抗风险能力？要解开特朗普身上最后的密码，我们必须解剖这对矛盾的双生子：煽动性操控者与反叛型规则破坏者。先看看他的煽动性操控术吧。当他在自由意识的集会上高喊移民偷走了你们的工作，现场的脑电波监测显示，听众的理性思考区活跃度下降63%。通过制造我们 vs 他们的对立，将复杂的政策转化成生存的战争。但真正让他突破传统政治光环的是他反叛型规则破坏者人格。他身上的人格组合似乎正在改写权力的规则。他通过煽动获得民粹的燃料，通过破坏制造权力的真空。
再用他的自恋型人格填补这个真空。就像他在巴拿马运河危机时，他一边派军舰施压，另一边他在初始搜索的直播上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棒球帽。这是场政治、军事、商业三位一体的狂欢，心理学称之为镜像陷阱。他表面上在追求自由，实际上在建造自我崇拜的大厦。当支持者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时，特朗普听到的其实是让特朗普永远正确。就像他在撕毁巴黎协定的现场，要求摄像机必须以仰角45度拍摄，那可是救世主雕像的标准视角啊。有个问题比他的疯狂还更值得深思。他说，我代表被遗忘的美国人时，为什么那些被他关税害惨了的农场主正在狂欢？答案可能藏在斯坦福大学的神经实验室里。当农场主看到特朗普打破规则时，他们的大脑福格和激活强度比看到色情图片还高32%。未来的3年里，特朗普的人格组合还将持续制造冲击波。当自我叙事自由碾压社会契约自由时，当破坏规则成为了新的规则，我们是否正在目睹旧世界的临终遗体呢？现在请你在评论区里留言。如果你认为这是民粹主义的最终形态，请打1；如果你还看到制度正在生效，请打2；如果你还相信更疯狂的历史剧本正在后头，请打3。如果这段分析触动了你的思考，请让算法知道，这个世界需要更多清醒的旁观者。感谢您的观看，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下期再见。